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6月28日晚间17点12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外围市场表现啊。昨天道琼斯工业指数出现了一个微调啊，这个下跌幅度达到0.2%啊，没有怎么跌。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啊，它的反弹趋势仍然存在。同时呢，道琼斯工业指数主联今天也出现了一个192点的上涨，这意味着啊，今天晚上道琼斯工业指数可能继续高开，这种高开呢会侧面对比特币的反弹趋势构成一定的影响。同时呢，我们切换到比特币来看啊，比特币在当前行情当中依然处在4小时级别反弹过程当中，这个反弹过程呢，我们认为处在一个悟空阳线、八戒阳线组合、沙僧阳线啊，目前处在沙僧阳线的势力范围。我们看到啊，这组4小时级别震荡啊，运行的时间非常长，因为呢，沙僧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所以呢，4小时级别这里啊，均线出现了缠绕，然后 K 线呢，更多的妖怪 K 线干扰了我们对多空的一个判断。那在外围市场啊，美股和 A 股同步反弹开始的啊，这个时候啊，我认为比特币目前来看多头趋势依然存在，同时呢，目前是处在4小时级别反弹西游的沙僧位啊。如果4小时级别反弹西游最终完成，我们应该会看到23000到24000美金的比特币。那同时呢，这一轮行情啊，我们看到了目前在更大的周期上啊，在周线级别上处在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的第3轮啊，这里是第3轮的八戒阴线位置，但八戒阴线后面伴随了干扰 K 线，也就是说在大周期上目前的反弹是对下跌趋势的一个干扰。同时呢，我们把时间级别再切换到日线上来，日线级别正在酝酿什么呢？日线级别也正在酝酿它的日线级别反弹。我们知道啊，前面行情当中从收敛三角形啊，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焦点处发生跌落过程当中构成了什么呢？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那么在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我们认为能有小线到4小时级别的反弹，但当前时间段啊，4小时级别反弹仍然没有成立，但是日线级别呢，4小时级别的反弹西游没有走完的情况下，日线级别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了一个标志性的阳线，后面很多都是干扰 K 线。如果这根阳线不跌破的情况下啊，不跌破这根阳线标志性的阳线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后面行情还有可能走出什么呢？走出日线级别的对称性的反弹西游啊，对称性的反弹西游。那么就这一点，我认为 A 股市场上啊出现了周线级别的对称性下跌和周线级别的对称性上涨，周线级别下跌，周线级别上涨。那比特币啊，在当前行情当中，在反弹过程当中依然存在啊这种对称性下跌之后啊，日线级别对称性下跌之后，对称性的反弹。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作为空头，作为市场熊市当中的空头，我们应该怎么样布局呢？我认为是，如果出现4小时级别反弹，4小时级别的反弹目标位是23000到24000，在这个位置上布局第一个空单。然后如果出现日线级别的反弹，日线级别反弹的一个目标位，我认为是在26000啊到27000美金啊，出现对称性的反弹。我们知道啊，对称性的反弹，它的价格并不一定能回到下跌西游最开始的这个位置，也就是开始跌的这个位置，并不一定回到这个位置。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时间级别对称并不意味着价格的下跌和反弹的幅度也对称，特别是在当前熊市当中啊，所以呢，我们在行情当中就有了2个布局空单的位置啊。第一个呢是4小时级别反弹西游的24000到25000这个区间。那如果4小时级别反弹西游成立，并且在这个震荡过程当中能够酝酿出日线级别的反弹西游啊，那我们做空的位置是在26000到27000啊，也就是说在行情当中你有2个可以布局空单的点位啊，分别是这2个。那么当前市场啊，我认为伴随外围市场 A 股的强势、美股的强势啊，反弹会有一定的持续性啊，会有一定的持续性。
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整个金融市场啊像是一根绳，那么 A 股、美股和比特币只是一根绳上的几个蚂蚱。当然了，美股占全球资本市场的80%啊，它的体量非常大，所以呢，美股对比特币行情的影响啊会特别深啊，会特别深。那么在当前行情当中啊，很多人会去做多头。我认为多头的话啊，你是要短时间可以做啊，获利空间不大。但是空头方向呢，我依然认为在空头方向上还有很大的下跌空间啊，因为这轮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低点是17605啊，低点出现之后呢，我们对比了一下18年的行情，18年的行情当中，第一轮的下跌是跌幅达到70%啊，达到70%，达到70%，但是这轮下跌呢，我们今年的这轮下跌呢更凶险一些。更凶险一些，从最高点到最低点已经跌了75%啊。那么这个阶段能够出现反弹，但是后面还会不会有低点呢？有人说2万美金基本上就是这个比特币的铁底了，我不这么认为啊，因为你看啊，18年的行情当中，比特币跌了最大幅度是85%，那这轮行情第一轮的下跌就跌了75%，那后面如果比特币的最大跌幅达到85%的话，如果最大跌幅达到85%的话，我们从最高点测量，达到85%的话，一定会接近1万美金，我们会看到10200美金的比特币啊，这是比特币出现85%跌幅的话，跌幅的一个价格。那么如果出现下跌幅度达到90%呢？我们测量一下，会看到6000美金的比特币。那么我认为这轮行情的最低点的位置应该是在1万美金附近或者1万美金以下，但总之呢，1万美金以下的比特币可以抄底了，是一个很好的抄底的时机。但是呢，现在这个位置呢，我认为是行情当中阶段性的底部在这里反弹之后还会有继续的下跌。同时呢，我认为这轮行情它的反弹时间级别大概也就是日线级别。那如果日线级别的话，我们就能看到26000到27000，在这个位置上做空呢是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同时呢，我认为上方在震荡过程当中，在长达20多个交易日的震荡过程当中，波峰连线构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在27000到28000美金的一个压力位所以呢，如果行情有机会反弹到这个位置是进一步加仓空头的一个时间点。因为下跌的空间还是很巨大的，但是反弹的空间呢，我们测量一下，如果发生日线级别的反弹它的最大反弹幅度从当前价格来看是30%只有30%，但是下跌空间是巨大的，超过了50%，因为现在是2万多嘛跌到1万就是50%了嘛。所以呢，在这轮反弹过程当中我建议还是要积极的去布局空单但是如果说你作为多头来说，你布局多单可不可以呢？我认为可以，但是做多如做狗，即使在当前的行情当中，我认为也是做多如做狗。那么在这段行情当中在昨天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4小时级别反弹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它居然做了一个悟空阴线、8戒阴线组、沙僧阴线组最终呢，这个下影线构成唐僧阴线，它做了一个有些变化的小日线的下跌吸油有人在2万美金22000美金附近开多它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因为它的调整会很快速小日线级别下跌吸油只要经过10几个小时它就会走完，但是这一轮的调整会让多头受到很大的损失有的人居然他开了10倍杠杆的话，他的损失最大损失最大回撤本金的回撤都达到了70%-80%这就是市场的残酷性市场的残酷性。所以呢，在行情当中我建议你要坚守一下自己的方向同时呢，要考虑自己进场之后的一个位置比如说我们看的是一个小日线，小日线级别它出现这个下跌吸油。小日线级别出现下跌吸油完成之后下跌吸油完成之后你可以做什么呢？做15分钟级别的反弹做一个15分钟级别的反弹
啊，从大的时间周期向小的时间周期切换啊，我们经常利用这种规律啊来做单啊。比如说4小时级别的下跌吸油完成之后，有可能出现什么呢？有可能出现小日线级别的反弹。但是呢，如果出现4小时级别下跌吸油啊，你要耐心等到啊小日线或者15分钟反弹过程当中，它有阳线的时候，有标志性的阳线的时候再去做啊。这就是做反转，利用 K 线吸油战法做反转、做反弹的时候啊，切换时间级别，找到什么呢？找到行情当中标志性的阳线啊，反弹或者反转中标志性的阳线，然后顺应行情去做单啊。这种技巧是非常容易获得啊短周期的超短线的啊趋势利润的。从以太坊对比特币的趋势上来看啊，从以太坊对比特币交易对的趋势上来看啊，我们看到啊，之前它有过极端的上涨和极端的横盘，然后最后呢出现了一个三角形收敛的下跌过程当中以横带跌出现了反弹。那么当前行情当中啊，以太坊是强势于比特币的。从日线上我们看到这一点呢，从各个时间级别上也看到了这一点。那么当前以太坊正在出现一个反弹行情，这个反弹行情呢，我们看啊，以太坊对USDT 交易对啊，它是在一个收敛结构当中出现的。收敛结构是由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在近焦点附近发生反弹之后，我们就有一个止损位，这个止损位呢，我们就可以设置到1150到1120这个区间上来。然后呢，它在上方出现了一个短时间的结构，这个短时间结构呢是15分钟级别的。我们在15分钟级别上啊，同样可以用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连接出来它的一个基本结构。我们看到了基本结构出现之后啊，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基本结构出现之后，下跌之后，在近焦点发生下跌之后，焦点位置构成了一个什么呢？构成了一个黑洞的效应。在黑洞效应影响下啊，它出现了一个反弹，黑洞对价格会产生吸引力的作用啊，它出现了一个反弹。那么如果在15分钟级别上出现4个等位置的波峰结构，也就是说价格如果能再次接近1250附近，那么根据江恩的4等位置波峰定律啊，就是4等位置波峰之后啊，容易出现一个新的高点啊。那么我们认为以太坊的反弹呢，还有继续下去的一个机会。同时呢，以太坊在这种行情当中已经提前于比特币出现了2轮4小时级别的反弹。这样的话啊，在日线级别上，以太坊可能先行于比特币出现什么呢？出现日线级别的反弹吸油。那么当前位置处在一个8阶阳线的位置上，上方就还有继续反弹下去的一个空间。那么这里呢，我们看以太坊有可能反弹到1457美金附近啊，要1450到1500美金附近。当然了，这个位置附近呢，上方会有一个波峰连线构成的压力啊，这个压力呢会对日线反弹吸油啊构成一个压制作用。所以呢，接近1500美金附近之后呢，我们认为啊，以太坊就是可以做空了啊。同时呢，在这个1500美金附近的时候，一定要观察这个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啊，它有没有出现重新下行的一个趋势？那如果重新出现下行呢，将会同步于前面日线级别的啊这一轮下跌行情。在行情当中呢，我们会看到很多这种平行结构。下跌反弹之后，平行对称性质的下跌，所以呢，在反弹日线反弹完成之后啊，以太坊的日线级别反弹完成之后，接近1500美金之后啊，要注意啊这样的回调或者是下跌的风险。山寨币这里啊，之前强势的尼尔啊出现了一个回踩啊，我认为这里是回踩，因为它已经出现了2轮4小时级别的反弹吸油，同以太坊类似的是2轮4小时级别反弹吸油完成之后，它容易走出1轮日线级别的反弹，并且呢，它的这个结构啊是下跌收敛结构，在下跌收敛结构的近焦点位置呢，容易出现反弹啊，容易出现日线级别的上涨。所以呢，当前的回踩对于尼尔来说是一个做多的机会。同时呢，做多的同时呢，我认为你一定要设置一个止损，这个止损的位置啊，我认为是在3.3美金附近。同时呢，要低倍杠杆去做啊，为什么呢？因为它有机会形成一个日线级别的反弹吸油啊，日线级别的反弹吸油，这样呢就会脱离前面的下跌收敛结构啊，形成一个真正的反弹。在
比特币和以太坊价格震荡的过程当中啊，有很多山寨币会存在一些反弹或者上涨的机会。那这些反弹或者上涨呢，我认为你要关注一些最近强势一些的币种啊，比如说 YFR 啊，这轮行情当中非常强势，出现了日线级别的上涨息由。同时呢，我们今天发现它做了一个对称性的下跌啊，也就是下跌时间级别是对称性的日线下跌。那么我们在当前这个行情当中啊，一定要关注它的均线啊，均线依然处在一个上行的趋势当中。所以呢，在打回来之后啊，在这个均线，特别是10日均线附近啊，912美金附近是可以做啊一定的它的多头的。同时呢，我们看到啊，它的一个小日线的结构上呢，我们观察到了一个收敛结构。这个收敛结构呢是这样的，这是波峰连线啊，同时这里是波谷连线。越走到这个焦点位附近的时候啊，越容易出现行情上的变化。所以呢，要时刻注意这里的变化。如果发生突破，到达1100美金附近啊，或者是1150美金附近啊，它构成了一个突破就是可以追的。但是同时呢，也要设置一个止损位啊，设置一个止损位。在这轮行情当中啊，我们要积极的去在反弹过程当中布局主流币的一个空头的仓位。同时呢，在这个山寨币种上啊，我们要积极的找到它的热点币种啊，去做多头啊，这并不矛盾。行情当中有很多这种板块轮动的现象，特别是在当前行情当中啊，很多山寨币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了超跌的现象。超跌之后呢，它的反弹的时间周期远大于比特币和以太坊啊。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啊 ，UNI 就是这种，它的反弹时间周期已经接近于日线级别啊，这是远大于比特币还没有走出来的4小时级别的。所以呢，关注这种强势币种啊，关注这种有可能出现上涨的强势币种，在现货或者低倍杠杆当中啊，可以适当的参与。同时呢，我认为也是要无论怎样做到啊，都要设置一个很好的止损。这个止损呢，是你能够承受的啊，不要被波动的行情啊干扰掉自己的心情。在行情当中，我最重要的一点啊，很多次我都提到了，就是不伤害别人的同时，也不能伤害自己。然后呢，我的这本 K 线西游战法这本书已经印制成功啊，已经发到我手上了。然后对这本书感兴趣的，或者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联系到我啊。在什么位置联系我呢？可以在我的主页里面简介这个位置上啊联系到我。同时呢，这本书会赠送给一直以来支持我和关注我、对我很多评论或者点赞的小伙伴啊。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观看。同时呢，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